我们接下来看犹太教的这个核心两大文明的交汇，一个是犹太教，犹太文化，还有一个就是希腊文化，所以我们就简单把这两个来看一看。好，那么犹太教的核心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它的文学因为虽然新约的作者他们是用希腊文写新约，但是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整个文学的后面的逻辑还有他们写作的这个风格，其实都是带有着很强的犹太文学的这个色彩所以我们在看新约希腊文的时候，要更多的不仅是要跟当时希腊罗马的这些文学对比，更多要回到它的这个根源，就是这个犹太的文学那么这个犹太的文学当中呢，你可以说其实整个犹太教的信仰都是根植于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摩西五经了那么当然还有他们的这个诗歌、智慧书等等。那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们第二圣殿时期还有一系列的除了这个希伯来文圣经我们讲了这个就旧约圣经之外呢，还有这些伪经在这个第二圣殿时期形成的，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马加比一书、二书等等。那还有呢，就是塔木德，包括耶路撒冷的塔木德和这个巴比伦的塔木德那这些塔木德呢，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有犹太的拉比嘛律法师嘛，那他们要解读圣经所以他们的解读释经呢就被记录下来。那这个塔木德呢还包括各种拉比他们所建立的教义被称为这个米士拿那么这些可能都是追溯到第二圣殿时期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塔古木等等，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的灵修的材料一些释经的等等那在死海古卷里面都找到了这些内容。那最重要的有一个呢，就是七十士译本了，这个可以说是在第二圣殿时期最重要的一本文学的著作，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七十士译本呢，它呢这个塔古木呢，其实就是当时这个他们把希伯来的圣经翻译为亚兰文的就是巴勒斯坦地区当时人常用的语言，就是你知道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的母语当时都是亚兰文，是吧？那它跟希伯来文呢稍微有一点点差别有点像希伯来文的一个方言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希伯来文翻译为这个亚兰文的版本，就是叫做塔古木。但是因为受到希腊文的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当时很多因为犹太人都散居在不同的地方，又是希腊文又是他们的通用语言，所以很多犹太人呢可能后面连这个希伯来文这个亚兰文都不会说了，只会说这个希腊文，那怎么办呢那他们看不懂这个圣经就麻烦了所以说当时的犹太人就决定要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为希腊文的圣经，这个就叫做七十士译本这个为什么叫七十士译本呢？因为这个 LXX 就是罗马数字70当时也有人说可能是72个人就是说这个大概是公元前250年左右开始翻译摩西五经，然后慢慢把所有的都翻译完当时是说每个他们以色列人不是有12个支派嘛，好像每个支派是出了6个人嘛还是怎么样，然后就组建一块来翻译大概是这样。当时还有一个很神奇的故事，就说他们的这个翻译的过程所以其实是一本呢这个除了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说整个现有正典的39卷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它还包括另外有14或者说15卷第二圣殿时期的一些伪经或者叫这个就是说这个包括或者叫次经，或包括一些对希伯来书的补充以斯帖记、但以理记的一些附加的部分，还有一些这个生活智慧的一些书，还有像还有一些像小说一样多比传等等都很有意思的
啊，包括马加比时期的1、2、3、4啊4本书。那基本上其实是一本可以说是当时流通最广泛的一个译本，就像我们中文的和合本一样。你要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作者在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都是引用的其实是一本，就是作者不是经常说啊，经上记着什么什么，对吧？经上记着什么什么。那当他引用旧约的时候，他说经上记着什么什么的时候，他都是引用的其实是一本，他不是直接引用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的，是引用这个翻译版本的。所以当你在看他引用的时候，你就需要来去看其实是一本啊，那这样的话你才知道他引用的那个背景是什么啊，整个那一段的上下文在讲什么，这个很关键。所以关于这个旧约的伪经、新约的次经啊，这些我们这个后面的话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些对比啊，会给大家来看一些这个相关的文献啊。那这个先到这里。那犹太教信仰的核心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对吧？第一个就是一神论，这个也是犹太人他们跟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张力在当中，所以以至于罗马就很聪明哈，他们一国两制了，是吧？就只有犹太人可以敬拜独一的神，其他的民族也要敬拜希腊罗马的众神。所以犹太人在当时有个很特殊的身份是被保护的，就是你可以只敬拜这个耶和华神，他不强迫你敬拜其他的神。啊，这是可以说也是经过马加比革命之后哈，这个当权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啊，对吧？你当年在圣殿里面献猪是吧，导致的这个革命，他们也不希望再有这种革命了哈，所以就允许他们敬拜独一的神。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钉死耶稣的原因，对吧？他们没办法相信耶稣也是神啊，是一种比较激进的一神论啊。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相信呢，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是透过圣约跟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特殊的一群人建立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那这个到新约的神学就有很大的一个颠覆啊，就是外邦人怎么样进入神的子民当中。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保罗新观会特别提到一点点就打破了犹太人对于这个就是拣选的尤其是选民的这个理解。那一神论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也是一神论，但是我们相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是嘛？又不一样了哈。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上帝设立了圣约，上帝是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以约的方式来建立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他们有律法这个就是圣约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内容了就是律法，所以他们很看重律法那我们新约呢有一些差别就是我们也看重律法，但是我们看神是怎么成全的律法，是恩典这个不在律法之下，而在律法之上。那第四个呢，是他们特别看重所谓的应许之地，尤其是圣殿，而且这个应许之地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物理性的就是在这块地方不是属灵的含义而且非常看重圣殿，没有圣殿那他们的信仰基本上就没办法实践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认罪，对吧？那你犯罪你要认罪嘛，你罪要得到赦免嘛，上帝要赦免你，那他们怎么认罪呢？他们只能透过献祭才能认罪，是吧？透过献祭来赎罪。那这整个祭司的系统它必须要在圣殿里面完成，对吧？你没有圣殿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献祭，没有办法献祭，你的罪就没办法得到解决。那么罪没办法得到解决，那就麻烦了，那他们就没办法进到神的里面或者说没办法得救，是不是？所以他们很看重的就是那个地方到了新约呢，我们也看到，我们会从斯蒂凡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的讲章里面看到说，神的这个应许之地，这个真正的圣殿最后我们也都知道，它不是耶路撒冷了，它变成一个属灵的以基督的身体为殿这也是一个转变。第五个就是上帝国度的一个盼望，就是对弥赛亚的一个期待，这是他们一直期待的。所以在马加比革命，其实他们是期待马加比这个家族很可能就是弥赛亚带领，因为他们也像大卫一样重建了大卫的这个宝座
他们以为那个就是弥赛亚的来到，可是后来彻底的失败也让他们断绝了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弥赛亚。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他是弥赛亚当时的人看他你看，所以说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有的人就不信那门徒对耶稣的期待也是，你如果是弥赛亚，你应该带领我们的像当年马加比一样，对吧？要革命的嘛，是不是要重新把耶路撒冷夺回所以在当时罗马帝国的重压之下，犹太人是非常期待上帝再一次真的是差派他所应许的这位真正的弥赛亚来到，来带领他们可以说完全的建立上帝的，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他们曾经对哈斯莫尼王朝有盼望，可是最后这种失败也是就是说让他们也很大的这个失望。好，所以这个就是犹太教信仰的核心。那也是正因为这个呢，他们有形成几种人在第1世纪那这几种人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简单讲一讲他们有共同的信念，刚刚提到的一神选民律法圣地弥赛亚的国度等等。那他们虽然有共同的信念，但是呢有不同的实践，所以就分了4种人。一种就法利赛人，这个是律法派的，就是说他们呢是这个平信徒的领袖后面我会说。第二种呢就是奋锐党人奋锐党就是要闹革命的就是不能只是从理论上来去说一定要从行动上来去跟罗马帝国要对着干。还有一种呢就是叫爱色尼人，他们呢是所谓的分离派就他们觉得你们这些都世俗化了都跟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都不好所以他们就跑到旷野里面然后呢就吃蝗虫野蜜这些穿骆驼皮的衣服提到这里大家可能有比较熟悉，这个人好像很熟对，所以很可能施洗约翰就是爱色尼派这些人。那他当时呢，他们去旷野干什么呢？他们就抄写圣经然后呢还有写一些著作，我们后面给大家也可以看一些那后来死海古卷发现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推测基本上是爱色尼人留下来的遗产所以他们是分离派，就他们觉得他们就在旷野等弥赛亚还有就是祭司和撒都该人那他们呢跟法利赛人呢这些就跟非律党人是不一样的政治立场，他们就是要跟政府合作的那一派因为他们要保圣殿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祭司就管理圣殿这些人。那圣经里面提到最多的其实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了，是吧？祭司跟撒都该人，那他俩的区别大家要很清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区别呢，法利赛人呢是平信徒的领袖，就是他们都是真的是信仰上是很热心的，所以他们才被民众所认可，才被选出来做会堂的这个代理，做他们这个信仰团体的一个领袖。所以对于当时的普通的大众来说，他们是很认可这些法利赛人的。而撒都该人不一样，撒都该人那都是祭司和贵族，他们是因血统而形成的，就生下来他就是这个人所以呢这个管理圣殿的这些高层的基本上都是他们。那法利赛人呢，他们是要保留原有的犹太文化了，你可想而知，对吧？那撒都该人就倾向希腊化的，他们就认为说我们就要跟这个罗马搞好关系对吧？他们给我们建圣殿，是吧？你如果不听他们的那你他到时候把你圣殿拆怎么办呢所以撒都该人他们是倾向于希腊化的所以你知道当时他们做这些事情是很痛苦的因为除了希腊文化当时我们后面可能也会给大家稍微提到一点比如说割礼这件事情，你现在可能觉得没什么好像我们更多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想割礼，不就是剩下第8天割了，就是说是这个表明这神的百姓嘛，也没啥，是吧？可是你不知道当时在希腊文化当中如果你被割礼的话，就你这个割礼的话是被认为次等的低等的人，就是说是不被希腊文化所接受的，大家都嘲笑你的。然后你说那割不割谁能知道，又看不到。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时你知道希腊罗马，尤其是这个希腊文化的大家都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就从他们来的嘛，对不对他们非常看重这个
运动和比赛，所以他们就有这种运动会啊。那当时运动会的时候，你跟现在的运动员不一样，当时的运动员全部都是脱得光光的去比赛的，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习俗吧。好，就是不管是跑步还是摔跤还是什么，所有的运动大家去看的时候，所有的运动员都要脱光的啊，就不穿衣服比赛，不穿鞋，什么都不穿。所以那个时候能看出来你是不是受到割礼。还有就是他们有公共的这个澡堂。公共的澡堂在当时也是在罗马这个社会也是比较常见的，也是就是一下平时看不出来啊，去洗澡的时候一下就看，而且那个是他们社交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有很多犹太人啊倾向于希腊化的，他们生下来被割礼了，没得选，但是他们在希腊文化当中长大了以后呢，他们更倾向于希腊文化，他们跟犹太文化会远离嘛，啊，那这些人呢，别人知道说他被割礼了，就觉得很丢人啊，所以当时甚至犹太人发明了一个反割礼的一个手术，就是从身上取一块皮肤，又把它重新缝回去啊，就是非常痛苦。但是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割不割礼，所以你讲为什么加拉太书保罗特别讲的割礼的事情，是跟当时的文化也有很多的关系的啊。你要知道那些外邦人，尤其是那些受希腊影响的犹太人啊，他们要在想割不割，有的割了之后说还要不要还原哈，那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哦，那法利赛人呢？他们是保持律法的完整，他们会接受口传的这个律法，而撒都该人只接受摩西五经啊，他们对真理呢是持有怀疑态度的。法利赛人的人呢很多，在当时大概有6000多人啊，而撒都该人很少，他们都是上层阶级的。法利赛人是受老百姓尊重的，撒都该人你可想而知，老百姓肯定不怎么喜欢他，是吧？法利赛人是经常喜欢在律法上增添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口传嘛，而撒都该人呢会从律法上删除很多东西啊。法利赛人呢就很注重形式啊，繁文缛节，就像天主教一样啊，这能做不能做，怎么洗手，吃饭不洗手啊，什么什么的啊，各种掐麦穗啊，反正就各种指责耶稣和他的门徒，就是都是法利赛人干的。而撒都该人呢，他们有点像新派的，他们是理性主义的，他们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不相信天使，不相信死亡，不相信复活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删了很多东西，所以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内部的这个一种敌对的关系。所以当时的犹太公会就很有意思了。犹太公会，你想啊，公会是什么组成的？就是这些祭司啊、文士啊、撒都该人。但是呢，犹太公会一方面要跟犹太人跟这个希腊跟这个罗马人搞好关系，所以当然撒都该人可以跟他们搞好关系。可是同时呢，他们又管理圣殿，又希望百姓也要听他们，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吸纳了一些法利赛人进入到这个犹太公会当中。所以你看，你看耶稣在被犹太公会审理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当中就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了。法利赛人这边呢，包括这个尼哥底母到了这个审判保罗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公会啊。你看到后面加玛列作为这个法利赛人大教法师，对不对？站起来说话，你看到他们是有分量的，就是说他们其实他们的分量，就是因为他们在民众当中的认可和他们对信仰的一个热心，他们的学识各个方面来就是说不得不让大家尊重的。所以那些撒都该人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当时你看那些门徒被抓了，包括保罗这些这个你看他还说你看我老师是加玛列怎么样？为什么他都很以这个为荣就是像这种法利赛人是受老百姓尊重的，连这个撒都该人包括那些贵族祭司都要敬他们3分，所以他们不得不就把这个门徒嘛，当然彼得这些人把他们抓起来，是吧？公会审判，后来把他们放了嘛，是吧？所以有人就推测说，当年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像加玛列应该也在场，可是他当时没有为耶稣辩护当然好像尼哥底母有说我们没有听他的这个辩护，我们就判他的罪，我们律法不能这样做，是不是他也当时那些其他的人还怼他说你去看看这个怎么加利利能够出什么好的，是不是有先知吗？怎么样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些法利赛人有些时候他们还是比较尊敬律法的要求，还是比较正直的，可以这样说，对信仰是很认真的。
他们不想像撒都该人那样搞政治，是吧？那搞那些东西啊，所以他们还是，所以有人就说加马列当时在场可能没有给耶稣辩护啊。那后来他为什么出来给门徒们辩护啊？就说你放他们去吧。如果是不是出于神的，他就提到了马加比革命啊，就说啊他们自己就散了，是吧？从前那些起义啊就散了。但如果这些人是出于神的，你攻击他，你就可能攻击神了，是吧？所以就让他们走吧啊，就把他们放走了。所以也许加马列因着看到耶稣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嘛，审判的过程后面，他可能也有一些转变啊，后来为耶稣的门徒辩护所以不管怎么讲，法利赛人是在当时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其实咱们国内的这个教会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缺像加马列这样的人，就是说也许就是说你不一定说我要跟三自或者跟政府什么搞好关系，搞那些东西，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哪怕是那些反对我们的，或者是逼迫我们的，或者是那些政府人员，他们都要尊重你。我觉得就像加马列这样的人，你看当时他出来给门徒辩护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说话，是不是？哪怕那些想要这个定这些门徒死罪的，包括这些撒都该人那些祭司长等等文士，是吧？他们都要进这个加马列3分。是因为他的学识，是因为他的名声，是因为他的这个品德各个方面，让别人不得不尊重他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也要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像加马列这样的人。虽然就是说我们在没有什么实权，是吧？也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一个左右，但是他们要敬重你，是吧？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吧，至少在信仰上有个好的见证，是吧？所以你看，耶稣其实对法利赛人在圣经里面是更多批评他们。其实耶稣为什么更多批评他们？因为包括你看在他跟尼哥底母谈永生等等，耶稣为什么批评他们？就是因为你们其实是最靠近上帝律法的，最靠近神心意的一群人，研究神律法，你是这个教律法的老师，对吧？你怎么都不懂呢？所以耶稣其实更多批评他们更有点像就是清理门户更多点像对内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警告，是不是因为耶稣的他的一个身份在当时其实是更偏向于法利赛人的，就是从这个地位和身份，包括神学各个方面，是更多倾向于法利赛人，而不是撒都该人的所以他对法利赛人的要求会更加的严厉告诉他们哪里做的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后来保罗信主了以后他也是你看他也是真的就是对律法大发热心的一个人所以虽然他当时有给他权柄去抓这个门徒但是呢他因着见到复活的耶稣，因着对信仰的这样的一个真诚他彻底的转变但是你看撒都该人看这个祭司长，你发现基本上很少有真正转变，因为他们对于信仰，说实话，可能也许他们对政治，对于他们的权柄，对他们的地位，可能更加看重比这个神的话可能更重要所以这个是这两派。那最后我就要提讲完了犹太人犹太文化，我们要讲讲希腊文希腊化的问题呢这个就很复杂了那么希腊的文化这个里面内容非常多因为如果你学西方西哲的话，那你就知道整个西方的哲学可以说都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人从整个希腊文明产生的，所以它的文化真的是包罗万象那么希腊化在当时对犹太教的影响，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不管对当时的政治的影响，对他们的思想的影响，对他们跟当时世界的这个互动来说可以说这个希腊化影响都没办法忽略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看很多的就是说哪些地方我们会给大家举一些例子。那么我就简单来讲，比如说讲这个佛教，其实这个图你看就是说在这个巴基斯坦出土的一个希腊化的一个佛像，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你看佛教传到这个中亚地区的时候这个大概就1世纪2世纪中的时候，你看到
当时他的这个服饰，他的这个首饰，还有他的发型等等这些，就是完全是反映出当时整个希腊文化的。就他不是当年释迦牟尼所创立佛教的时候那种佛教的那种形象，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种形象一直甚至到今天都成为了标准人们对佛陀的一个主流的描绘。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讲的佛教，尤其是对佛陀、对释迦牟尼对这个他的一种理解，是希腊化之后的佛教可能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你就知道希腊化的一个影响多么大就是虽然佛教这个早在希腊文明产生之前就有了，可是当他遇到希腊文化的文明的时候，他就大大的被希腊化了，以至于到今天的佛教可以说都是受到当时希腊化之后的这个影响所产生的。你就看到希腊化对佛教的传统的一个影响。那么对犹太人更是一样了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比如最著名的一个叫这个菲罗他呢就把犹太神学跟希腊哲学深度的融合那么这个我们刚刚讲哈斯米伦王朝的犹太人，他们很多统治者给孩子起的名字都是很明显的这个希腊的名字，比如说这个孩子有个很著名的亚历山大等等所以也正是因为对希腊化的这种强推导致了马加比革命嘛，是不是？那还有就是70世纪本也明显就是希腊化的影响，没有这个希腊文化，他们也不需要来去翻译这个希腊文的圣经那么整个当时的城市的结构工业贸易各个方面也都是可以说是这个希腊化的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割礼，还有这个安息日对安息日这个理解都是可以说这个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那更重要的就是它的哲学这个就不用说了那在圣经里面特别有点名提到两派的希腊化的哲学，一个就是斯多亚主义，一个就是伊壁鸠鲁主义，对不对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所以你如果不了解这两派哲学他讲的啥，你看保罗跟这个在雅典的时候跟他们辩论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辩论的啥，对不对嘛？所以你肯定要回到那个斯多亚和伊壁鸠鲁他们到底是干嘛的，是吧？然后你才知道这个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跟他们在互动，这个后面我们会简单提到。希腊的文学就更多了那个简直是包罗万象它的哲学、历史政治戏剧、歌曲、史诗，对吧？教育各个方面，你可以说直到今天都是西方思想的一个基础，也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古典教育的一个根基嘛，是吧？那么新约里面有很多地方是跟犹太的跟这个希腊的文化互动的，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这个比如说保罗讲到家庭跟亲属关系的时候，他特别有讲到这个丈夫跟妻子然后这个父母跟儿女，仆人跟主人，是不是？你看连续这样讲下来，是吧？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什么？这些对当时的人来说非常熟悉，因为那个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这个著作里面叫这尼格马可伦理学里面，他就特别讲到这个丈夫跟妻子、父母跟儿女，还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你看到没有？就是按照这个结构讲的。亚里士多德说丈夫是家里的头所以你看保罗在讲的时候，他是在回应当时希腊化，就是回应亚里士多德的。就是如果你不读亚里士多德，你不知道他的伦理学，你读保罗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他为什么把这些东西重新提出来，然后重新的论述。他不是在抄亚里士多德，他是在回应亚里士多德当时整个社会受到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伦理的影响，他在回应这件事情，他要从神的角度来去回应，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丈夫跟妻子仆人跟主人，然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所以他在重塑基督教的伦理所以他不是抄亚里士多德，而是在回应他但是如果你不了解当事人的处境你就不知道江天老师，我问个问题。请说。对，是录音了没有？
我没有，你要录是吧？不是我要录，肯定是学校要录啊。哦哦，志军来完成一下，这讲到一半了，我才想起，可能。好，我先录一下啊，没事。OK OK，下好，次那个子君每次都记得录音啊。好，谢谢。好，好的，好的。对，呃，所以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这个一些就是说一些这个文本的时候，我们会回到尤其我讲到那个这个《使徒行传》1章8节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回到这个希腊的这些文学当中，让你看得出啊，原来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根源啊，很有意思啊。那么这个我们就没办法讲太多，因为犹太人呢，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学，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包括他们也讲诗歌智慧啊等等，你知道他们有独特的文学，但是希腊文学里面也有这些所谓的这种诗歌这种那当你在看雅各书的时候，看登山宝训的时候，看这些的时候，你说哎，这个也是一种智慧文学吧，是吧？那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还是说它有结合犹太文化跟希腊文化的这个文学？那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说，哎，这个很像当时的历史书，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就是说希腊文学里面讲了历史的著作。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对比说，当路加写历史的时候，跟当时的比如说希罗多德等等，他们在写这个历史的时候，那有怎样的一个相同点或不同的地方，是不是？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希腊文化里面，希腊文学里面有这个所谓的传记哈，那这个传记呢，在当时是很普遍的。那你说福音书，我们会提到福音书，你看，哎，这个福音书跟当时的传记就很像啊。那么你就要理解说，那到底那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没有这个传记的这种就说这种文学，但是希腊的文学传记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就看，哎，那福音书的作者是不是有模仿或者是采用了当时希腊的这个传记的一种文学的题材来写耶稣的这个传记啊？那还有就是书信，对于当时来说，那个书信的话也是很多啊，他们各个干什么事情都要写信，那这也帮助我们来看新约的书信它的一些结构啊，跟当时希腊这个文学的一些的相关性啊，这些都是可以去理解的。那哲学里面像柏拉图呢，柏拉图这个呢，这个比较有点复杂，就是说有些人会认为说新约的神学里面有一些是新柏拉图主义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有很多的概念其实是希腊哲学里面就早就有的了啊，比如说讲到道这个概念。那柏拉图里面他更多讲到了这种原型的概念，对不对？讲到那个最完美的那个原型哈，最高的这个善哈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有点呼应啊。但是我觉得哈，我怎么看待这个就是这些哲学的跟新约的神学的一个互动呢？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说你看新约神学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很多跟希腊哲学相同的地方或者相似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作者去抄希腊的哲学家的思想而是说他用神的这个启示来重塑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是重建这样的一个思想。因为比如说就看约翰福音讲这个道的时候，这个道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希腊的哲学里面的一个思想，可是当约翰用道的时候，他重新定义了这个道，他并不是用希腊文化、希腊哲学里面的这个道的定义，而是重新定义了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是吧？道是神那讲到这个的时候，那可能就跟希腊的哲学有点不一样了。所以他并不是抄这个概念，而是用这个概念来重新定义一个新的或者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这个有点像我们在当时中文翻译的时候，翻译神的时候是用神还是用上帝？我们在用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些的概念，可不可以用呢？我觉得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用它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就完全用它原有的这个意思，而是希望用从神的这个启示当中来去重塑这个文化，更新这个文化的概念，对不对嘛？所以你要这样的思想来看，而不是说它就只是借鉴
希腊哲学，或者是借鉴这个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去看的时候要更多促进化的来去看。那其实这件事情你想新约的作者其实是胆子挺大的对不对？因为这样做的话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当你在这样用的时候，你很可能会让读者误以为你就是在用希腊的东西来做来传讲福音希腊化的东西来传讲福音。而且当他们选择用希腊文写圣经的时候，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当年我们后面会看福音书，福音书记录了耶稣很多的讲道，是吧？他的教导。但是你知道耶稣在教导的时候，在当时跟门徒包括他们日常的说话，他们都是用亚兰文的，对不对嘛？这是他的母语，是不是？虽然耶稣应该是会说希腊文，门徒们也应该都会说希腊文，因为希腊文在当时是一个通用语言。但是他们门徒们和门徒们之间这个犹太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应该都是用亚兰文的。可是呢，这些门徒在听了耶稣的比如登山宝训这些教导，他没有选择用耶稣的原话记录下来，而是用了他们翻译的版本。在圣经里面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记录了耶稣的原话，就是耶稣讲亚兰文的地方，比如他复活那个女儿他说大利大古米，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只有几句话是耶稣的原话是用亚兰文记录下来的，其他所有的教导都是希腊文。其实这带来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唯一一个没有这个，如果你把耶稣当成教主来看这个宗教的这个创始人我们这个信仰是唯一一个没有我们教主原话的一个记录的一个信仰。就是你看其他所有的宗教他们的创始人他们所说的话怎么样都有记录下来，可是我们没有，我们不知道耶稣当时所说的话是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翻译的版本。那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知道翻译的版本跟原有的这个版本它肯定是有出入的嘛，对不对？怎么样你经过一道翻译了，你肯定是出现问题。这个就好像如果你研究孔子假如说你研究孔子的思想如果我们现在手上有的所有的关于孔子的记录他论语等等都不是用中文写的，都是比如说假如说他们当时会英文他的门徒他们记录孔子的讲话全部翻译成英文，然后我们现在手上所有的都是孔子讲话的英文的版本，那你想一想，你对孔子的思想的研究会不会产生一些的阻碍？因为你其实不知道孔子原话讲的什么，你都是门徒记录的翻译的版本嘛，对不对嘛？所以当时新约的作者选择用他们翻译的版本，而不是用耶稣。你想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亲口讲的话你都不记录下来我现在看了你一个翻译版本，你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是吧？或者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我觉得这就是说基督信仰超越文化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这个跟西方文化跟这个希腊文化的一个问题嘛，对吧？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不限制于在一个文化当中的，并不是说我们连耶稣他讲的原话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的信仰，不影响真理的传递，也不影响我们的得救所以你看到其实我们很多人信主不都是看和合本的圣经信主的嘛，对吧？也没有看希腊文是吧？所以我们要带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福音它是超越文化的，它并不只限制于某一个文化。所以当时的福音书的作者他们选择用希腊文记录耶稣的言行，是冒一个很大的风险，但同时他们认为说也正是因为福音超越文化，所以他们可以使用当时更好的这个就是世界通用语言来记录圣经，然后呢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福音，因为福音不仅只是为了犹太人，而是为了所有的人，是吧？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要带有这样的一个观点。那这样的话你在解经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洞见。我想大家可能听过，比如说约翰福音21章里面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是吧？然后有人就分析了你看这个约翰一开始用阿嘎佩，后面用菲利欧
就是说一开始用关于神的爱，后面有人的爱，好像这3次的爱是有不同的等级，是吧？不同有区别，可能大家听过这样的讲法，是不是？但是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耶稣当时跟彼得说你爱我吗？他当时是用希腊文说的还是用亚兰文说的？他是用亚兰文说的。他用亚兰文说你爱我吗的时候，他是用什么字呢？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只有翻译的版本，对不对嘛？所以你透过这个翻译的版本，你就能判断说，耶稣原来亚兰文问的时候也是用有2个不同的爱吗？你没办法判断，对不对嘛？所以你如果这么咬文嚼字的话，说，哎呀，这个2个爱不一样，然后如果你看约翰的著作里面，他用 agape 和 phileo， 他都是互换用的。他并没有说只是把 agape 用到神的上面，把 phileo 用到人的上面，他是互换用的。所以你就不能因为这个来得出一个结论说，前面2次爱是神圣的爱，后面是人的爱，降级了，是吧？而且你根本都不知道耶稣原话跟彼得讲的时候他是用什么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在这个研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也要想着，我们拿到的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翻译版本，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是要后面我们休息完之后我会来讲，我们就一定要回到作者他的原意，作者为什么用这个字，他为什么在安排不同的耶稣的这个事件讲论的时候，他有不同的顺序，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来讲。你一定要回到作者，因为他这样安排，这样他用这个语言用这个字，他是有他的目的的，他并不是说我就只是一个翻译家，翻译的我是耶稣讲了他我翻译过来，不是的，他有他自己的解读和神学在当中。而我们就要看到不同的作者他背后的理论是什么，这个才是关键。好，那么还有就是讲到希腊跟犹太共同的价值观，这个里面我也可以简单提一点比如说希腊跟这个虽然我们刚刚看到了希腊文化跟犹太文化当中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的理念是共同的。比如说荣辱观这个荣辱观呢，在当时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8荣8耻反正就是在当时他们也是有一套这个荣辱文化的包括什么是荣耀的，什么是羞辱的那么这个荣辱观呢，希腊跟犹太都是基本上是共同的，但是到了耶稣这里就不一样，耶稣在完全挑战这个荣辱观比如说在马太福音19章里面还有马太福音5章登山宝训里面讲到这个为先的要为后讲到因为受到迫害和逼迫反倒是什么？是荣耀，是不是讲到那些瞎眼的贫穷的那些人卑微的人，上帝要使他们升高你看到整个耶稣所教导的这个基督的，我们说基督教的这个荣辱观跟希腊跟希腊犹太的这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常独特的就是说他们以为荣耀的，那就是这保罗就是这样总结了嘛，然后他以前以为的荣耀的，现在都当成这个可损的，是不是嘛？他现在是以万事为粪土，为基督为至宝，这个整个的荣辱观的一个颠覆这个是基督来之后才带来的。还有就是这个施恩者就是这个施恩者呢，其实我们学圣约神学都知道这个字呢，在路加福音22章25节里面提到过叫 benefactor， 这是一个专用名词，就是当时我们知道圣约神学里面我们有讲到这个这个约的双方，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宗主国，一个是盟约国，对不对嘛？这个宗主国就是一个大国，盟约国就是隶属的国，这是个小国。大国跟小国立约，就是说你对我忠心，我给你供应这些食物的这些安全，保障你的安全那么小国你要不要革命，是不是？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盟约的关系这也是圣约神学一直就是到新约也是这样。那么当时的犹太这个希腊的这个就是罗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也是有这个施恩者的一个结构，就是说当时的社会结构跟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有中产阶级，是吧？在当时是没有中产的，所以当时99%的人都是底层，1%的人是上层。上层的人呢，他们是掌握了整个可以说所有社会的资源粮食就业土地金钱等等，所以他们给
这个底层的人，大部分99%的人啊，提供什么呢？提供就是说我给你提供这些资源、这些机会然后呢，你为我工作，是不是？然后呢，你就来忠心于我这个就是对于他们最大的一个美德所以在当时忘恩负义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大恶就是这样。所以当时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这个宗主好像就是施恩者跟被施恩的这些人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呢，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耶稣也是完全颠覆了。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施恩者是神，不是这个罗马的这些这个上层的人物。所以他就在路加福音22章里面就提到了说，你们要为大的就为小，为首的就要为仆人，对不对嘛？他说你们不要像那些那个外邦人一样，他们有施恩者，对不对？他们有为恩这个就是治理他们这些施恩者治理他们。他说你们要反过来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反转也是颠覆了当时整个社会的一个结构所以呢，这个这种根深蒂固的那种文化呢，包括社会的结构，在新约的这个当中呢，也被这个颠覆了。其实说是一个是很独特的。当然，家庭跟亲属的关系呢，刚才我们也简单有提到。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关系呢，就是领养的一个问题除了我刚才讲到说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有一个是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是新约的这个作者也承认的，就是也认可的那就是这个领养。那么在当时呢就是希腊的这个文化所带来的这个领养的一个现象你发现是很独特的。因为你看中国其实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这几千年来其实没有形成一个收养的一个救助的体系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对弃婴这些。你要思想为什么中国的文化里面没有产生，西方文化有他们对于这个领养就是说领养的儿子跟亲生的就是一样的，就是说他可以完全的就继承他的这个遗产然后就是跟亲生的基本上所有的法律上的这个权利这些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这件事情呢，到了保罗的神学里面就讲到我们也是被领养的，对吧？只有耶稣是亲生的，是吧？独生子，我们也是被领养的，我们成为被领养到神家中的这个儿女。那这个领养其实进到这个神的这个里面，那当时的人他们对于这个很熟悉的，所以就能够知道说，那这就是有儿子的名分，那这个就是一样的那这个是一个可以说对当时的初代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神如此的看重我们以至于我们也可以继承产业在天上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领养的一个文化那当然其实基督徒的这个领养的文化到后面呢可以说就虽然亚里士多德是认可这样的一个领养的文化，但是因为罗马尤其到后期他们在经济在各个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危机所以这个你想再透过领养或者是这种联婚等等就越来越困难所以很多的弃婴就产生了就是因为他们的自顾不暇的没办法自己的孩子养不活，怎么还去领养别人，是吧？所以就有很多的弃婴在当时。而那个时候基督徒的文化是怎么样这么快的征服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其实跟这个基督徒在当时社会的见证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可以说大部分的这个弃婴的收养都是基督徒做的，以至于当时的犹太的这个罗马帝国这些人他们都不可思议，就觉得说就说基督徒不仅照顾他们的穷人，还照顾我们的穷人这是当时这个罗马当时帝国一个皇帝得出的一个结论，说这很难这个理解就是这些人他们是被逼迫在社会的边缘，可是他们竟然还能够去照顾那些贫穷的人甚至是收养那些弃婴，是不是也让他们就是说重新的审视这个信仰的力量最后简单讲讲1世纪的基督教和最后早期的基督教文化，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会。那么1世纪的基督教刚刚形成的时候呢
他们被称为拿撒勒教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哈，因为这个所谓一国两制嘛，所以犹太教是有个独特的地位，它是可以敬拜独一真神的，它是有这个罗马政府保护的。所以当时基督教刚刚产生的时候没有被逼迫，是因为当时不管是犹太人还是罗马帝国，他们认为这个新产生的这个运动，他们是在犹太教之下的一个运动，所以他们把它称为叫拿撒勒教派，只是这个犹太教下面好像有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又多了一个教派而已。所以基督教一开始是没有被太大的逼迫，但是后来他们慢慢发现不对他们跟犹太教完全不一样所以慢慢就发现了这个是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运动。那从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要逼迫基督徒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被认为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第二个呢是关于使徒的教导。使徒的教导其实是成为了后面理解和传播有关耶稣的故事的一个最权威的方式就是包括使徒的讲道使徒后面写的书信等等这个最后成为新约圣经的正典也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有新约和旧约这个区分那当然在跟那个第二圣殿这个犹太教是一样的，早期基督教也产生了很多其他的文本，很多其他的书信很多其他的甚至有冒名顶替的各个方面都有。但是那些呢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一些就是没有被列入正典所以最后只有这27卷书是正典，也并不是所有保罗写的书信都被列入正典的所以你看这个被称为正典，它其实跟作者本身，其实你看希伯来书你都不知道作者是谁，也不知道给谁写的，对吧？也不知道在哪写的，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它还是正典。所以这个其实也并不是跟这个作者有那么大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圣灵的工作。那还有一群人是很重要，就是初代教父初代教父其实可以说就是使徒们就耶稣所带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所带的下一代的基督徒的领袖就是他们也有非常多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不是正典，但是对于当时的教会来说有很强的影响力包括像罗马的格里勉这个伊格拿修了、波吕贾等等，他们写的一些的信件你透过他们也能看到就早期基督教的一些实践和教会的一个形态所以对，就是说你除了要看耶稣之前这些马加比革命包括他们当时处的当时的历史这个政治的影响，你也要看之后就是1世纪2世纪的基督教尤其是那第一代第二代的教会领袖他们写的这些东西有些时候你看很有意思就是跟我们想的有很不一样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你看到会让你很诧异的好，那么还有就是讲到这个核心的信念这个就跟犹太教你就发现这个就开始就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虽然犹太教相信一神论，我们也相信一神论，但是我们一个很独特的三位一体，这也是基督教所独有的。道成肉身，这也是基督教所独有的，是吧？然后呢，我们讲到耶稣实现了神的应许和工作，耶稣成全了旧约耶稣才是那个弥赛亚，对吧？他实现了旧约。还有呢，耶稣的复活升天再来，这也是我们所独有的。圣灵的降临，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跟旧约以色列的关系这个也是我们所独有的。那最后我们看到是耶稣所给我们带来的给世人带来的真理，他才是完美的这第二个亚当，对不对嘛？那我们要按照他的教导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才可以真正的认识真理，是吧？才可以真正的来就是说明白神的启示。所以这些核心概念呢，就变成了基督教所独有的，犹太教可以说这几个他都接受不了。所以第一批的基督徒他们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是生活在这个第一世纪就是可以说非常真实的这个人，他们基本上都是犹太人，大部分是耶稣的门徒。好，然后他们一开始还是在会堂里面来去传福音来聚会。
那后面慢慢有些外邦人加入，这个就是被称作为敬畏上帝的人。我们后面讲路加福音会提到路加，他很可能就是一个叫所谓敬畏上帝的人，就他们是外邦人，但他们入了犹太教啊。那么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讲到使徒早期基督徒最重要的使徒，除了12使徒之外，还有就是这个保罗先知呢，除了我们讲的旧约的先知，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一些被圣灵所充满的来去教导神话的这些人那当然这些人的一个就是为什么还称他们为先知呢？我想因为新约的圣经还没有结束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就没有使徒也没有先知这个职分了但是我们还有使徒和先知的这个功能，对吧？我们还在做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最关键的是一个新的文化，就我们讲到了两大文化的交汇，希腊文化跟犹太文化形成的基督教的文化是一个全新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呢，虽然你看起来它根植于犹太教，也受到了希腊化的影响所以你不惊讶，就是说有两个文化的重叠。但是呢，基督教的文化产生了很多新的东西，可以说跟当时的希腊罗马包括犹太人的这个价值观和整个这个文化都完全不一样。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文化是什么呢？就我觉得也是到今天为止基督教所独有的，就是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25到29节里面提到的，就是不管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希腊人是罗马人，是野蛮人，是富人，是穷人，是男人，是女人是这个寡妇还是什么，你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哇，这件事情可以说是超越每一个文化的一个理解的。当时这个不仅超越了犹太文化，超越了希腊文化，也超越中国文化。因为当时也只有教会，你会看到早期的教会只有到教会里面能看到这么样不同的人，有钱人、富人、男女老少，来自社会阶层的各个人士都可以同时在教会当中来敬拜神。哇，这个是福音所带来的这种和好的能力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基督教所展现的一个文化里面，可以说是最独特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弟兄姐妹，都是一家人这个真的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个基督文化对早期的这个对家庭的看法，对财富的看法等等，你发现整个社会的关系结构都在改变我们怎么看待种族，看待社会的地位，怎么看待工作怎么看待不同的家庭怎么等等，你会看到这个都是非常独特的。那我相信这些形成的新的文化，就是透过福音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跟神和好了以后，才有能力展现的这样一个，可以就是我们保罗所说的，我们新造的人，我们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一个新的人类。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基督教文化创造了一个第三种人，第三个种族，就是除了这个是一个新的人类，就是说他不是这种从亚当来的人，而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而这个新的文化它是可以进入到各个文化当中来做更新和改变的工作。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有在中国文化当中成长起来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让基督的文化首先改变我们，然后借着我们来更新中国的文化所以这个也是当时的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所做的他们借着这个基督的福音更新了当时他们所在的文化以至于你看后来其实没过多少年这个罗马皇帝都信主了，是吧？这个对于当时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像一个神迹一样的，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很边缘化的群体，一开始没有多少人可是他们却这些没有多少人的看起来很弱势的一个群体所新建的一个文化形成的文化，却征服了当时最厉害的希腊文化，征服了当时最厉害的罗马帝国所以我想这也是给我们带来盼望就知道说神的福音它是有大能的，对吧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好，我先停到这里我们就把第一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